哈里斯接棒拜登竞逐美国总统后，民主党阵营士气大涨。过去几天，在7个关键战场州中，哈里斯实现在6州民调飙升，令共和党方面紧张不已。特朗普竞选团队迅速调整策略，斥资在摇摆州投放广告，希望能够吸引更多中间选民。伊普索公司的最新民调显示，哈里斯在登记选民中以43%的支持率领先特朗普的42%，这一比例在误差范围内。登记选民更喜欢特朗普在经济、移民和犯罪方面的计划，哈里斯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持领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女性及少数族裔等都是哈里斯的加分项。在非洲裔选民中，哈里斯以78%对15%压倒性领先特朗普。此前，年轻也成为哈里斯的另一明显优势。1964年出生的哈里斯比拜登年轻22岁，比特朗普年轻19岁，有巨大的年龄优势。美媒报道，年轻选民们对哈里斯加入战局迅速展示了热情。在过去的几天里 ，TikTok 上的用户开始使用椰子树表情符号，以此表示他们对哈里斯的支持。据了解，椰子树表情包最初来自于2023年哈里斯的一段演讲。I don't know what's wrong with you young people. You think you just fell out of a coconut tree? 起初，这是共和党为了嘲笑哈里斯的魔性笑声，故意投放到网上的片段，但没想到在这年轻一代身上非常受用。他们认为这凸显了哈里斯的真性情，从此椰子树也成为了哈里斯的标签之一。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原本特朗普在7个关键战场州中全面领先，但根据亲共和党的福克斯新闻的民调，哈里斯在威斯康星、宾夕法尼亚、明尼苏达和密歇根几个摇摆州支持率首次反超特朗普。其中，在密歇根州，哈里斯更以57%的支持率大幅领先特朗普10个百分点。妹妹称，尽管最终确定民主党内提名的全国代表大会尚未召开，但哈里斯已经锁定候选人席位。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披露，他最快将在8月5号宣布副手人选，然后与新竞选搭档一起开启为期4天的跨州竞选集会。首次活动将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举行。路透社认为，这场竞选集会的地点已表明，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夏皮罗在哈里斯的副总统候选名单中排在首位。但哈里斯的一名竞选助理表示，不要对哈里斯把宾州列为他的首战做过多解读。随着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库珀和密歇根州州长惠特莫表态退出角逐，哈里斯的副手候选名单正在逐步缩减。目前，除了宾州州长夏皮罗外，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凯利、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和交通部长布蒂吉格被视作最有力的竞争者。他们的共性是具有一定从政经验的白人男性。我倾向于认为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参议员马克·凯利很可能成为他的搭档。一方面他们年龄相仿，第二他们可以互补。马克·凯利当然是男性嘛，对吧？我们认为不会是同性别的人来做搭档的。而且亚利桑那州毕竟是上一届拜登赢下的一个州，那么由这个亚利桑那州的凯利来跟他搭档的话，我觉得对争取摇摆州应该会有一定的帮助的。哈里斯上周筹集了创纪录的2亿美元的新竞选资金后，为了在摇摆州追赶特朗普，加大竞选广告布局，推出一则名为“无畏”的广告，集中宣传自己过去的功绩，并针对特朗普以78岁的高龄参选，指特朗普的旧思维已不适合领导美国。But Donald Trump wants to take our country backward, to give tax breaks to billionaires and big corporations and end the Affordable Care Act.面对哈里斯来势汹汹，共和党方面也迅速调整竞选策略，毫不相让在战场州购买广告。彭博社称，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斥资8300万美元预定了8月底之前的广告时间，把约98%的竞选广告投入传统摇摆州中的5个，分别是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威斯康星、佐治亚和亚利桑那州。其中，特朗普遭遇刺杀未遂的宾州最被看重，今后4州将在该州砸下3200万美元。哈里斯方面也将投入1700万美元。现阶段而言，特朗普在广告上砸钱数目是哈里斯的2倍之多。特朗普30号推出的全新竞选广告题为“我不理解”，以攻击哈里斯为主，强调他作为副总统期间无力处理边境非法移民、毒品及恐袭问题，形容哈里斯是失败者。
有分析指，特朗普竞选团队此前用几个月的时间攻击拜登，指出其不适合连任，现在不得不改变方向，要在不到100天的时间里找出对抗更加年轻、具有活力的哈里斯的新观点。27号，特朗普在明尼苏达州集会上猛批哈里斯，称他要是当选美国总统的话，将加剧中东危机，甚至就此引爆第3次世界大战。Kamala Harris presidency means 4 more years of extremism, weakness, failure, chaos, and probably World War III. I really believe it. A Trump victory will bring back leadership, competence, common sense, and strength to the Oval Office. That's what we had. We had no wars. We had no wars.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是否会与哈里斯进行辩论，引发各界关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评论指，拜登与特朗普的首场辩论改变了大选的走向，而特朗普与哈里斯未来的辩论可能比其他任何事件都更可能在最后关头影响大选。在拜登退选之后，特朗普曾表示至少会与哈里斯进行1次辩论，但他29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却给出了含糊的回答。The answer is yes, I'll probably end up debating. You know, I had a very good second debate with Biden. I really beat him badly. The problem was 30-40% of the votes were already cast. If you're going to have a debate, you got to do it, I think, before the votes are cast.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you do that. 现在特朗普可能还没有想好怎么对付哈里斯。哈里斯是这个法律背景出身的，口才了得。我们知道，特朗普他的优势不在于表达一个政策啊，所以在跟哈里斯如果要进行辩论的话，你仅仅靠这个方式，很可能会遭遇到一个不利的这种状态啊，所以现在我觉得共和党方面有些慌。民主党哈里斯接替拜登后，美国大选行情似乎更加扑朔迷离了。从全美民调上看，特朗普的风头好像被压住了。那对此您怎么看呢？主持人好，没错，哈里斯接替拜登当民主党的主帅以后，美国大选行情呢正在变轨，似乎呢是正负颠倒了。最显著的变化有3点：一是过去的民主党总是被特朗普穷追猛打，拜登的年龄是主要话题。哈里斯接棒以后，他的年龄呢比特朗普小19岁，特朗普呢反倒成了被追打的对象，公开挑战特朗普，你想不想辩论？那咱们呢什么时候来个面对面呀？就是说呢，民主党哈里斯正在变守为攻，这是一个变轨。二是选举话题的转变，以前呢是单一的拜登年龄，现在呢则逐渐转到大选议题的各个方面，开始上正轨了。边境管理、移民、物价、贸易、惩治犯罪等等，两党呢都在进行讨论和比拼。与以往的大选一样，美国国内问题仍然是主要选举议题。三是美国选民对大选结果的预期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特朗普挨枪子以后啊，给美国人甚至给整个西方人的感觉是，这一枪呢给特朗普获胜上了保险，俨然呢他就是下一届美国总统了。哈里斯替换拜登以后，这种感觉呢没了。特朗普的保送名额被取消了，哈里斯呢与他的民意支持也是不相上下，有的对哈里斯的预期还要高一些。美国彭博社说，哈里斯出战以后已经抹去了特朗普在7个战场州的整体领先优势。美国历史学家艾隆·里希特曼过去36年对大选预测是没有失手过，他总结出了一套预测方式，总结出进入白宫的13把钥匙。按照他的测算，现在呢，哈里斯已经握有6把钥匙，而特朗普只有3把。所以说呀，现在美国大选行情是扑朔迷离，没人知道谁会赢，两人呢仍在短兵相接之中。